你成年之后过得怎么样？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啊，司丽丽让我问的。哦，他过得怎么样？别问，司丽丽对他来说，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啊。你还是研究一下，这是鸭肉还是鹅肉？你不认识啊？说这个哦，这不是鸡吗？盐水鸡是吧？鱼没上钩，收什么竿啊？这谁呀？北齐圣女海棠朵朵。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哦，说错了，老师肯定问心无愧。您这嘴啊，还是要学学分清楚啊。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啊，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也好奇，他为什么出现在这儿。要不我陪你鱼竿？北齐圣女，踏足庆国。郊游不行吗？今日之事与你无关，让路。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要不今天？影子大人。哎呀，飞那么高！9品以下都散了吧。散了，散了。哎，您不能上去啊！哎呀，让开，让开，上面人我都认识。哎！哎，自己人啊！姑娘请，我来蹭个饭行吗？请坐。这两位是？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哦，坐。干净的可以用。这菜看着挺精致，味儿也还行，量小了点儿。
你来江南办事儿？不是你让我来的吗？这话怎么说啊？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公法嘛，我知道你在江南，我都给你带过来了。等会儿啊，给你。迁移道心法，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我确实跟你写过信，想要交流功法，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仗义，回头我也送你一本。送我什么呀？我的霸道真气啊！干嘛？这不说好的交流吗？有来有回。行行。哎，这真是多谢你了啊！多久不见，变这么矫情了？不是，我知道这偏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咱俩这交情。听说你成亲了，啊，就当贺礼了。太贵重了吧？我也这么觉着。啊？我是舍不得啊，我老师让我送的。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那不然呢？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我老师说了，这心法呢本来就是你娘的，现在算是物归原主。哪儿都有我娘。你命好，哎，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这你谢不着我。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哎，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别说云之兰了，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不知道？那太奇怪了。他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我真不知道，我比你还困惑。算了，不关我事儿。吃啊！哎，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挺好的。那我就放心了。啊，司丽丽让我问的。啊，他过得怎么样？别问，司丽丽是对他来说，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啊。你还是研究一下，这是鸭肉还是鹅肉？你不认识啊？说这个啊，这不是鸡吗？盐水鸡是吧？好了好了，跑慢点，跑慢点，别摔着了啊！别跑了啊！母亲，小范大人到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这江南再乱，明家总是安全的吧？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哎，快去叫小范大人。乖，我今儿没带糖，回头不给你们啊。快下去吧啊！母亲，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啊，再磕2个头就礼成了。大人请坐，我先陪大人聊会儿。这是哪一出啊？啊，过继之力。过继？是啊，他是我的同族，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从此以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更近了一层。他也算是幸运啊，有小范大人管理，说出去啊，光宗耀祖啊。请用茶。行了行了，礼成了，别磕了。来来来，
来，起来吧，来，拿着。哎呀，从今往后，你我就是亲兄弟了。我这个当大哥的，好歹要尽一份心意吧。我呀，年纪大了，没你想的周全。啊，些许小事，若劳烦母亲挂心，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你看，母亲都发话了，哎，快拿着吧，孩子们也有。来来来，孩子们也有啊，快来快来。去吧。从此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以后我做主，我说了算，听见没有？来来来，每个人都有。谢谢大伯，啊，谢谢大伯。拿出去买糖吧，啊，去吧。母亲，家事已了，该正事了。你是家主，你决定就是。小范大人，请上座。哎，这既然礼都成了，还跪着干什么？啊，今日码头明某答应过小范大人，天黑之前给你一个交代。大人，此人正是那个利欲熏心、私发悬赏令的凶犯。他，凶犯。哎，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动机呢？利欲熏心，八成是投名状吧。大人南下，动了别人的利益，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动了明家的利益，明下哪配呀？大人，三大房隶属皇室，我们明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所有的公房器械、人员主事，都是由转运司监管。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真正的银钱，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说句难听的，我们明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对于我们都一样。您说是不是？狗也会咬人，野狗才咬人，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这样吧，大人，明某今日替明家表个态。大人奉旨南下，名正言顺，明家当全力促成大人收复三大房。家主的话，就是明家的话。好，好，好，这交代有了，立场也稳了，那这人怎么办呢？私发悬赏令，刺杀朝廷命官，死罪。小范大人，明家绝不徇私，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典刑。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啊，这都看着呢。
既然是凶犯，又何必要过继呢？他虽死罪，孩子毕竟无辜。过继我门下，他走了之后，这些孩子我都会当亲孙子孙女儿养着，他就不会死不瞑目。母亲宽厚仁慈，我若是他，定会瞑目的。小范大人，请吧。这是凶手，正是。利欲熏心，不错。你认罪了？认罪？认罪可就死了。请大人成全。我偏不成全，死不死的查清楚再说。这人我带回府衙，仔细调查。哥，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你安心投案，配合彻查，别担心家里，孩子们我替你照顾，绝无意外。来几个人。押送府衙。小范大人来！原来是畏罪自尽呐！大人，你没事吧？没有溅到您身上血吧？血都让你挡着了，我见什么呀？啊？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就得扔了，换身新的。哎呀，太浪费了！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哦，大人，那这尸首，你还要抬回去吗？这都畏罪自尽了，我要个尸体身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宁某去就回。范大人，大人筹银送灾民回家，叫人钦佩。此等善举，民家绝不能落于人后。待会儿再聊善举吧，这血都没擦干净。诸位乡亲，该说的也都说了。明家行善，刻不容缓。大家都干了吧，干了吧。家主，家主，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是。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都是为了咱们闵家啊！好，老伯，快请坐，快请坐。是的，辛苦了。
明兴达替明家谢过诸位父老乡亲。人无信不立。诸位乡亲，我明家说话是算话的。这碗酒之后，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别的不敢说，只要明家还在，管保他们衣食无忧。乡亲们，往生再见！感谢家主，家主大恩大德。你要说的话很多，但吉时已到。诸位，一路走好。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事儿办得驾轻就熟，家里没少死人吧？大家族，生的多，死的也多，习惯了。人数别弄错了。家主放心，加上您带来那个，正好一个都不差。后续都安排好，都安排好了，他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数量有限，那想死的人多了。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那可就是改了命了，是想都不敢想。赶紧装车，时间不等人。是，马上送到转运寺。作孽呀！动作快一点啊！动作快一点。谢谢两位。
您找我？我没找你啊。哈哈哈，谢先生啊，这个屋啊，要多开窗，勤通风啊。谢先生，坐呀。请。听说范闲来了。啊，是。老太君的意思，非要给他一个交代，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谢先生，不瞒你说，我已经劝过他了。名义上我是家主，可毕竟人微言轻啊，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谢先生此言差矣啊！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岂能手鼠两端呢？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我们是要避嫌的。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时刻未报。先生放心，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以我刚烈的性子，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倒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也给你透个底，2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2天？此话何解？长公主登门访客，已然事成。那谁来杀范闲呢？别问太多，等结果就好。明白，明白。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那边刚刚死人，范大人肯定倒胃口，在这儿还是比较亲近些。大人筹银，行善积德，明家尽管困难，也愿捐银20万两，共襄盛举。哦，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不瞒大人，明家受长公主所托，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常年亏空。哎呀，我们明家呀，也不停地往里垫钱。这3大坊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这也能亏钱？垄断？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工艺守密。哦，只是天下奸商太多，价钱不好谈啊。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呀，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这何况银钱入库，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所以这内库亏空也是在所难免。老太君的意思是，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这话老身可没说哟。明白，你什么都没说，我自己意会。哎呀，幸好大人来了，3大坊终于有了希望。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仁瑞拦我一手，会吗？大人怎么这么说呢？3大坊又不是我们明家的，在谁手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大人江南之行，最怕夜长梦多。明日我就让钦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司，尽快交接
三大房顺理成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就再无隐忧。说说看，你们想要什么？三大房在江南，总要有人代理吧？大人，您觉着呢？有意思啊！这生意做的年年赔钱，你们还抢着想接着做？为国效力，岂会在乎个人得失？明家能有今日，绝非侥幸。仰仗国运昌隆，也仰仗大人鸿福。好茶呀，好茶好茶。你怎么还不走？范闲不会等急了？啊？哦，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应付一下即可。再说，有家母在，不会有问题的。啊，谢先生，请用茶呀。这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天都被烧红了，你没看见吗？哎呀，这桥子走水了。小范大人，小范大人，小范大人，出大事了！我让人去看了，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内库转运司？正是。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代代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不过大人放心，我来通报之前，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不会是人为的吧？毕竟烧了转运司，对谁都没有好处啊。哎呀，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小范大人，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我知道，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不对，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毕竟家大人多，死的也多。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明某以信义起誓，无论如何，也要助大人踏进真相。这火烧的，夜都亮了。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老师想的比我们远。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没说，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昨晚那场火，听说了吧？转运司烧成一片废墟，三大房没了。早不烧晚不烧，
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三大房没了，内库就撑不下去了，这也太巧了。我就不相信，能有这么巧的活。是收购门房？是啊。哎，还有，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接下来不抓吗？老师自有安排。有点高深。大人，我回来了啊！哎呦，这个晦气呀！我在这火场里边啊转了一圈，这三大房的仓库啊都烧尽了，什么也没留下。这火灾原因啊不好查。人呢？都死了，但这尸体数啊，我查了，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一个都没少。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这尸体啊，我也查了，我觉得啊，这里边有蹊跷。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这说明啊，他是死后才烧的。但是呢，我怕打草惊蛇，所以呢，就只查了这2具。这火灾啊，一定不是什么意外。具体线索有吗？烧得很干净，什么都没留下，没什么线索。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内库，还有无尽的财富。那烧了三大房，对谁有好处？对谁都没好处。所以说这把火，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您的意思是，这里边另有玄机？老王辛苦，守住后门。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我这就去。饭前回到住处，再无外出，毫无动作。他住哪儿啊？抱月楼。就是京都的青楼。对，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只是道听途说。看来小潘大人正气凛然的，也逃不过酒色财气。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这把大火，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就是查，他也无从下手了。我看他可不好骗。猜疑肯定是会有的，不过于情于理，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没有动机，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这不可能，这要是被查到，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师兄。怎么就不可能？才能通神啊，殿下！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师兄？我执黑子。为什么你执黑子啊，殿下？啊，因为是殿下。那行，拆迁吧。我还是觉得那场火灾就是个意外。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老师奉旨接手，明家必定不愿呀。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他都不属于明家了，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这可是杀头的罪啊！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是不是就说得通了？老师，我明白了。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他们想转移三大房，然后独吞这些财富。哎，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他不怕天国律法的吗？
那可是江南名家，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殿下，是人为财死，人性就是这样啊！空口无凭，我不信，有这样的事儿吗？有。殿下有所不知，我就是这样。我的家，史家镇，就是这么被烧没的。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天干物燥，意外起火。一镇子的人的殿下，全死了。他们不会跑吗？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我不相信。您觉得呢？您觉得是意外，还是人为？对不住啊，师兄，我不知道，抱歉，戳到你痛处了。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才能通神，也能使人不再被人。谢必安那边怎么样？谢必安那边也没有怀疑，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可实际上啊，我们是母慈子孝。长公主也不会想到，此次我们母子联手，布下如此大局。火场可别出纰漏。您放心吧，即便是查，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毕竟啊，大人物的争斗，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人人都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再过几日，调度大船，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这几日风声太紧，不敢妄动。等一切都结束了，饭前回京，我就调度大船，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小心人祸。买通了2个主事的，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工人也都很听话，但一切出了海，就尘埃落定了。哼，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自己全都安排好了。都是母亲教得好，哪有孩儿半点功劳？哎呀，我这腿呀，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哎，看来我就是个废人了。母亲何故自称废人呢？哎，孩儿背你。你这家主越当越稳了。没有母亲提点，家主只是个虚名。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宁家不算。长公主和2殿下，其实也不算。还能是谁？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人性。江南这么多年啊，明家一家独大，其余商贾再无起色。明家是富了，但是
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所以应该换掉名家呀。换谁都一样，过几年又是新的名家。我这次南下，听的一句话，没了名家也有别家，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谁守着它，谁就是下一个名家。所以说，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本质。什么本质？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这我知道。玻璃、制糖、织棉、香水，多了去了，样样都是不传之秘。我想放出去。什么放出去？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我都放出去。放去哪儿啊？放于天下商铺，技术共享。哦，卖出天价，填补库债。是要收费，但不是为了库债。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享用的商家费用1年一交，细水长流，这就叫做知识产权。可这么一来，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可这样一来，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可内库是皇家的呀，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这说的好像也对啊。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而是天下共进，藏富于民。这条路若是走成了，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性命多少有些分量。老师，这条藏富于民的路，父皇知道吗？先把事儿办成，再回京都交差。老师，我觉得还是先请旨。这种事情先斩后奏，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要做成事儿啊，就不能瞻前顾后的。这种事情先斩后奏，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要做成事儿啊，就不能瞻前顾后的。我不看好这条路，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听见，更不会私下上奏告知父皇。多谢。但我真不看好。你呢？我也是。你也不看好？是。我这条路表面上瞧着损皇家利众生，他是皇家子弟，他不看好是常理。你为何不看好？老师的话，其实我没怎么听懂，但是我相信老师的选择一定是对的。那你还不看好？只是这世上大多时候，对错并不重要。老师的这条路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我担心这么走下去，终将四面树敌，荆棘密布。这世间常有人说，对错并不重要。但如果对错一直不重要呢？一直没有人尝试去改变，那三大房的火，史家镇的火，就永远也不会熄灭。老师，这条路我虽不看好，但我愿意陪您走下去，哪怕燃尽此身，亦不言悔。我和师兄一样。你们真的这么想？知道你疯，不知道你这么疯，还带着皇子一起疯。偷听啊！我可不是故意的。老师，学生们先告退了。啊，走吧，我们还没下棋呢。坐吧。怎么说？找我有事儿啊？过来看看，怕那个云之兰卷土重来。多谢。不用。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一个云之兰不重要了。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以你的身手，除了大宗师，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
悬空庙被刺之后，我真气炸开经脉，散于体内，时至今日没有恢复，所以我需要你。终于肯承认了？本来也没想真瞒着。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书信嘛，能看的人太多了，有些话只能当面说。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心里过意不去啊。为什么？把你当朋友。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你别说，人跟人啊，有时候就这么奇妙。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不过点头之交；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我这辈子啊，遇到不少人，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你算是一个。确实矫情。我也这么觉得，以后不说了。所以你要添一道心法，想重修真气。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把那拿来。你要干什么？磨磨。继续磨，别停。你改了什么？师傅做了点手脚，这心法是假的啊？也不全是假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只是动了几处。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会怎么样？也能重修真气，但是到不了9品，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这么歹毒！这苦荷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对呀。物归原主，他还动手脚。毕竟你是庆国重臣，理解理解。别等会儿，这事儿你知道？我当然知道。那你也不提醒我？信任是相互的，你不坦诚，我怎么敢交心？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你跟我写信要心法，傻子都能猜到，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这么狠心吗？以你我的身份，朋友2字何其沉重。那你把这个改回来，苦荷那边怎么交代？不用交代，图在外，生命有所不受。多谢。世上还是好人多。真矫情。笔给我。干嘛？给你画幅画。什么画？之前给你那本《霸道真气》，少给你几幅画，硬练啊，容易七窍流血。什么时候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咱俩共勉，一起努力。大人，您看看谁来了？监察院一处邓子越见过提司大人。当你这是认识多久了？跟我来这个？哎，坐。规矩嘛。哎，秦天兄。哎呀，哎，你这胡子呢？啊，这不是奉大人的命令，到江南调查名家。我觉得暗桩嘛，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改头换面。来，喝水。哎，谢谢秦天兄。还是先说事情。我听大人的吩咐，化妆成灾民到了江南之后，果然就被名家给收拢了。但是他们疑心很重，头1个月就是整日劳作。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这医术跟四术一块儿给你做这身份，不会有什么纰漏吧？确实是。等到第2个月的时候，看的就松多了。
我又找到一个机会，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最终进了三大房。所以说，这三大房它还在？当然呀，大人，明家一早就把三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果然是偷梁换柱，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大人您看，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大人，属下以为这个明家纵火屠戮百姓，罪大恶极，当一律问罪。明家肯定得办，但不是现在。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明家，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那大人，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你离开库房时，有人发现吗？那就连夜回去，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那就接着隐藏。三大房这出戏，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属下遵命。秦天兄啊，保护好大人。哎呀，你放心啊，老大，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啊。走吧，留步，哎。影子后来露过面吗？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就再没见他的踪影。那就不管他，明天咱俩出城收复三大房。您看，您这个真气没了，对吧？我呢，又只会跑，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她可不行，人家是北齐圣女，我收复三大房的时候，她若在场，将来有人做文章。老王，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哎呦喂，那都听大爷的。范闲驾马出城，刚刚送来的消息，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三大房库房所在。库房所在，乃是绝密啊！必是走漏了消息。那他们出城只有2个人？开始是2个。还有骑兵，是监察院的直属黑旗。这谢必安不是说，再过2天范闲必死无疑啊？这2天已经到了。云芝兰都做不到，还有谁能杀得了范闲？云芝兰又不是大宗师，大宗师要出手了，否则怎么会需要你云瑞亲自去请呢？4大宗师出手的，不知道是哪一位。影子大人，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现在马上回城。现在可不能回城啊！这眼瞅着就拿下三大房了。叶流云正直剑向苏州城一路行来。
苦河远在北齐，司顾建不愿出手，那就只剩下一位了。叶流云，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悬空庙刺杀，叶家被逐出京都。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是陛下下的令啊。是啊，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大人，要不然咱回城去？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对吧？再不行啊，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大宗师非人力可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我要是此时回城，明家就有机会把三大房再次转运。有了这次教训，他们就会把三大房化整为零，散落江南各地。也就是说，要想夺回三大房，只能以快打快。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可谁来挡住叶流云？他多久到？离得倒是远，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几个时辰就到。我娘的产业，我想夺回来。哎呦，大人，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你们这不是寻死吗？这。